这个症状对应哪个方？这是学习伤寒论时最有诱惑力的问题，也是 AI 最容易给出漂亮错误的问题。因为方名和症状之间有大量的近似语境，语言模型很容易建立一张速查表，看到几个词匹配一个方。可方剂一旦被压缩成标签对应物，经典中的加减、兼顾、保护和资源条件就会消失。嘿，你好，我宣有成，好久不见，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以大量方证条文展示了不同方剂在不同症候关系中的使用。经典原文记录方名、药物组成、煎服法、症候和禁忌，这是文本事实层。传统方剂学常用君臣佐使、功效、治法、方证对应等方式解释方剂结构，这是传统解释层。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一病一方，而是在说明方中不同部分承担不同责任。在我的功能变量模型中，我把方剂翻译成调节指令集，并把核心方的结构拆成4层。第一层是核心操作，核心操作回答这套指令主要想改变哪个系统的哪个方向，是调整太阳开合、改善阳明推送、恢复太阴水液处理、支持少阴底盘、疏通少阳调度，还是处理厥阴冲突？核心操作决定这套指令集的主任务。如果主任务都说不清，方名就只剩记忆标签。第二层是辅助操作，系统很少只有一个变量偏移，主操作之外，往往还需要修正方向、处理伴随负担、调节耦合系统，或者让核心操作真正的达到目标。辅助操作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它解释了为什么两个方都处理相似的主问题，最终适用边界却不同。第三层是缓冲与保护，任何强操作都有代价，开得太过可能损失津液，下得太过可能伤到底盘，强行推动可能让原本不足的供给进一步透支。因此，一套成熟的调节指令往往包含限制副作用、保护关键系统、避免操作过冲的部分。在工程语言里，这相当于安全缓冲和约束条件。第四层是资源供应，有些操作不是指令不够，而是系统没有足够资源执行，需要的能量、进水、营养物资或者恢复条件不足，再正确的方向也可能无法完成。资源供应层回答，这次调节靠什么持续？底盘能不能承受？执行过程中消耗的东西有没有补回？把4层放在一起，一手方不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主任务是什么，辅助修正什么，怎样防止过冲，靠什么资源完成。这套翻译与君臣佐使有相通之处，但不能说二者完全等同。君臣佐使是传统方剂结构语言，核心、辅助、缓冲、资源是功能变量模型为了便于变量映射和 AI 解析提出的工程语言。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区别？因为相通不等于原异。把现代模型直接说成古人已经掌握的工程控制论，会让解释失去诚意。更稳妥的说法是，传统结构给了我们启发，功能变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可计算翻译。调节指令集还必须带条件，同一核心操作在不同底盘、不同监证、不同耦合关系下，风险完全不同。于是模型不能只存这个方做什么，还要存在什么变量组合下才能进入候选，哪些冲突证据会排除它，哪些安全门必须先通过。功能变量知识库当前收录《伤寒论》和《金匮要略》267首类服方剂的功能论解析，其中核心方进行更完整的4层拆解，其他方作为扩展检索层。方剂检索在模型里应当分级，先检查主导系统与变量组合，再检查核心方是否有结构匹配。
如果没有，才进入扩展表检索。如果仍然没有精确匹配，就应返回资料不足或无核实匹配，而不是为了完成回答随便找一个近似方名。四层拆解还允许我们比较看起来相近的方，两个方可能共享同一个核心操作，却在辅助操作、缓冲强度或资源条件上完全不同，差异往往不在主标题，而在后面3层。只有把差异保留下来， AI 才不会因为主功效相似就把它们当作可互换答案。反过来，如果一手方的4层描述写得过于宽泛，几乎适合所有变量组合，它就失去了鉴别价值。好的指令集编码既要说明它做什么，也要说明它不做什么，合适退出候选。每一层还要保留来源，核心操作来自哪些条文和传统方解，辅助、缓冲和资源层是传统已有解释，还是我的模型拆解？哪一部分只是根据变量关系推断？如果4层结构只有结果，没有来源身份，它仍然会把新解释伪装成古意。同时，4层结构不能绕开现代安全边界。经典研究中的指令匹配和现实中的处方行为之间有职业资质、个体检查、禁忌、药物质量与随访等多道门。模型越精细，越要明确自己不能越过这些门。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知识身份边界，经典方阵是原始文本材料，君臣佐使、功效治法和历代方解是传统解释，4层调节指令集、变量条件和分级检索是功能变量模型翻译。把方剂结构编码变成变量后，是否真的能提高检索一致性，减少方名误配，稳定处理加减关系，属于待验证假设。它必须接受反例。如果两个方的4层描述几乎相同，却无法解释它们在经典边界上的差异，说明变量拆解不够细。如果一个方只凭名称或某味药就被归入错误系统，映射规则必须撤回。如果缺少症状证据，只因为历史上用过某方就反推系统成立，这属于把调节指令先验冒充成症状证据。我的知识库已经在这方面留下过明确教训，完整方名必须优先于药名片段，症状报警与方剂先验必须分开。方剂带来的安全提示可以阻断推理，却不能给6经判断加诊断分。这也是 AI 时代重读方剂最重要的变化，不再只问它治什么，而是问它对哪组变量做了什么操作，为什么需要辅助、缓冲和资源，什么证据会让它退出候选。公开栏目展示不会进入真实案例中的方剂选择，一案分析涉及完整4诊、阶段变化和反馈归属，将放在独立的收费视频板块或者会员频道，并继续保留学术与安全边界。后面我会把填充案例到知识库和分析案例视频同步开展。所以这一集记住，方剂不是疾病标签后的固定答案，而是一套有主任务、有辅助、有保护、有资源条件的调节指令集。下一集我们进入 AI 推演本身，模型怎样从症状材料走向关系判断，什么时候必须停下来，为什么一个会巨答的 AI 才比一个永远有答案的 AI 更靠谱。我是学员有成，功能变量创始人。世界不是物体，而是关系。我们下期再会。